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，我是孙浩。今天我们聊一下历史，亨特兄弟的白银狂潮。你敢相信吗？两个靠石油发家的兄弟，差点把全世界的白银市场攥在手里。他们是怎么玩转这场豪赌的呢？又因为什么摔得那么惨？赶紧系好你的安全带，这可能是你听说过的最疯狂的金融故事之一。故事的主角是亨特兄弟尼尔森和威廉，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的家族，家里的钱多到数都数不清。1970年代，他们不甘心只玩石油，想干一票大的，于是盯上了白银市场。凭着雄厚的财力和人脉，他们掀起了一场白银风暴，但最后却摔得粉身碎骨。好，进入到这场白银狂潮的正戏了啊！1970年代初，白银价格低得像白菜一样，每盎司才$2。尼尔森·亨特这位家族的商业鬼才早就嗅到了机会，他开始悄悄地在中东扫货白银现货，同时在芝加哥和纽约期货市场囤合约。1973年，他们花了$2000万买了现货，还以每盎司$2.9的价格拿下3500万盎司的期货，瞬间成为了全球白银大佬之一。但是尼尔森知道光靠家族的钱是不够的，他把目光投向了沙特阿拉伯石油兄弟的老朋友。沙特王室和他们的国家商业银行甩出了大笔的资金，双方组建了一个叫做国际金属投资公司，这简直就是他们在白银市场当中的金融战车一样。1979年的夏天，亨特兄弟放大招了，为这家公司下了4000万盎司的买入单，白银价格就像坐了火箭一样，从$6飙升到$11。消息传开之后，小的散户们当然炸锅了，心里想，亨特这家这么猛，我得跟啊。于是价格就更加疯狂了，$20、$30，到1979年底直接破了$40。1980年1月21号，白银创下了历史巅峰，每盎司$50.35，10年内涨了25倍。来看一下这张1970年到1980年白银价格的曲线图表，从$2到$50，这跟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区别，这都是所谓的亨特兄弟的杰作。但是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，他们控制了纽约商品交易所 53% 的白银期货和芝加哥交易所 69% 的白银期货，总共攥着1.2亿盎司的现货和5000万盎司的期货，全球白银年交易量那个时候也就200万盎司左右，他们几乎掐死了市场。这一下麻烦可大了，矿商们加工加点挖银矿，老百姓翻箱倒柜的把茶银壶、银首饰都拿去熔了，市场供应猛增。亨特兄弟只能够不停的买进才能稳住价格，可他们的钱烧光了，他们只能怎么办？借高利贷，找银行贷了20亿的美元，利息高达 19%， 每个月光利息就几百万美元。监管机构也坐不住了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把每份期货合约的保证金从$1000提高到$6000，亨特兄弟就又得更多的掏出现金了，可他们已经没有钱了，怎么办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又收紧贷款，借钱变得难上加难。最后一击来自纽约商品交易所，1980年3月，他们直接禁止了新的白银期货合约，只允许平仓。亨特兄弟没有办法再买了，价格就开始雪崩了。3月27日，历史上著名的白银星期四，他们的经纪商贝奇公司也扛不住了，开始抛售亨特家的期货。
其他经纪商也跟风，白银价格从$50暴跌到$10，几天之内，亨特兄弟的财富灰飞烟灭。你看一下这张图，实在太震撼了。它展示的是1980年3月白银价格暴跌的曲线，从$50到$10，亨特兄弟的金融帝国就这么炸了。他们欠银行和经纪商10亿美元，卖石油资产也还不起。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出手救市。当然不是救亨特兄弟啊，而是救银行。他们拿到了11亿美元的救命贷款，但得把油田和家族的王牌企业普拉斯德石油公司抵押给银行。到了1987年，尼尔森和威廉彻底破产，连心爱的8000匹赛马也都卖了。曾经的石油大亨变成了穷光蛋。亨特兄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贪心和操控市场是有多么的危险。现在白银价格大概是每盎司$30左右，黄金则在$3300左右。还能出现亨特这样的狂潮吗？有加密货币、ETF 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，贵金属市场现在依然火热，但现在的监管更加严厉了，数字交易也让市场变得更加透明，想单枪匹马操控市场难度确实比登天还要大。不过这个故事却提醒我们，市场永远不缺乏那些野心家，总有人想玩一票大的。这个就是亨特兄弟的传奇，从亿万富翁到一无所有。你觉得今天还会有人像他们这样掀翻白银市场吗？还是说现在市场已经聪明到不会再被玩耍了呢？你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。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2021年的 Reddit 社区的白银逼空的事故。不想错过未来这方面新的内容的更新的话，就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咱们下期再聊聊更加刺激的故事。